这边是恒丰裕商行马万奇董事长，以及为恒丰裕提供资金保障的大丰银号代表何贤司理。马董事长，罗德里先生，这笔生意明明是我们先谈的，您这突然搞个三方会谈，不合适吧？这个嘛，恒丰裕当然是老客户，可你们毕竟既没签合同，也没有付款。再说，我们原来谈的价钱也是港币发生暴跌之前的。我要求改付美元，你们又不肯。澳门做生意从来都是付港币，您突然要美元，我上哪儿弄这么多美元啊？可港币现在毕竟跌得太狠了，马先生，你得理解理解我。要不这样，冲着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如果你肯多加一层价钱，并且马上全额付款，我现在就请斋藤先生、伟星先生离开这里，这总可以了吧？对不起啊，这批货金额实在太大，你们又要加价，我们实在承受不了。再者说，我们现在正在筹集这些货款，你们也很清楚。如果要再弄美元，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吧。那就是说，你们既不肯加价，也不肯马上付款了。斋藤先生、伟星先生，那你们呢？你们可以付美元吗？在敲定具体付款方式前，我方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罗德里先生是否肯满足？哦，请说。就是我曾经在电话中和您说过的这一批橡胶的进口凭证。我先声明，您在生意上的信誉，我个人绝对信得过。但是这一笔交易的金额实在是数额巨大，银行自有银行的规矩嘛。我罗德里在澳门经商这么多年，被对方要求当场查验进货合同，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我和李光前签订的进货合同，给，验吧。您稍等一下，我还有位客人忘记介绍给大家了。乔先生，请坐。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港汇丰银行总会计师乔仁宇先生。乔先生，东西都带来了吧？是这样，李光前在汇丰银行开有户头，汇丰有他的签名与印章留底。乔总会计师过去一直经办他的资金出入，所以这一次我是专门麻烦他过来看一下。卫星先生还真是谨慎，我这样谨慎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嘛。就是这份合同，乔先生，麻烦了。
看，人家李光前先生还给我们捐了一大笔钱，还跟我们合影留念了呢。不许参加了。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你这你干什么？到底什么机密，非要到何先生府上来谈，还不能告诉别人？橡胶大王李光前有一个规矩，只有在1000万美金以上的生意，他才会亲自出面签合同，是这样吗？没错，一般的人想要见他一面都难，更别说小生意签合同了。也就是说，你也没跟他签过合同，也没见过他的签名。别说我了，全澳门见过他签名的，恐怕都找不出几个来。哎，为什么这个签名缺了一角？殷婉说，有一次他们兄妹之间拌嘴，乔仁宇不小心弄的。只不过缺了最后的一个小半边，不影响辨识。行，缺就缺，就按着原样过。肖先生，签名没问题。各位，跟你们谈了好几天，既然你们双方都不愿意用美元来结算，那我就勉强做个让步。明天下午6点，你们任何一方谁能一次性支付全部的货款，我就接受港币跟谁签约。有问题吗？明天就要付款。罗德利先生，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好了，实在是马先生，毕竟港币近期在市场上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谁又知道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暴跌？我现在肯接受港币，已经是做了最大的让步，总不能风险让我一个人担了吧？罗德里先生，如果恒丰玉确实有困难的话，我看也不用等明天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吗？等等，明天就明天，恒丰玉答应条件。伟奇先生，来，一起喝一杯，来，喝一杯，恭喜泽机关长。哎，你们泽机关还真是什么信息都能挖得出来啊！干杯，干杯，来，来，干！肖先生，来，干杯！干杯！哎呀，说实话，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客户才能接手我这么大一批橡胶存货，还打算分批分销出去。没想到是苹果派吗？斋藤先生能说服正金银行做资金担保，就是不知道明天情况会怎么样啊？这批橡胶我们志在必得。乔先生在香港过得还好吗？还挺好，就是有时候放心不下家里人。逃难的人颠沛流离，在所难免。不过好在，困难都是暂时的，靠着朋友之间的帮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就好。不过，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天天祈祷着他们能够平安。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虽隔山海，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好，为了这一天，干杯！干杯！来，跟您喝一杯。这笔货款，你们还是要抓紧时间付给我。焦先生，没问题，没问题。酒也喝过了，应该回去休息了。一定会按时付给你的。知道了。对不起啊，何先生。没事没事。曹先生，那我先走了。乔先生，好，请吧。好，好。对不起，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想去趟洗手间。替乔先生放到车上，去吧。实在不好意思，先生，对不起，这个不怪你。这个可能得到洗手间去处理一下。哦，哎，不好意思啊，多谢啊。大哥，乔先生，请吧。黄队长，没必要吧？站住！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说了不能进就不能进，不方便啦，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老子就是道理。大哥，黄队长，贤哥，怎么了？衣服脏了，要进去清理一下。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啊？乔总会计师正在里边上洗手间呢，他是皇军的贵客，泽大佐吩咐过，任何人不能亲近。这么大个洗手间，我用一下又不会影响他上厕所。哎，贤哥，兄弟职责所在，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行行行，你们的客人是皇上，闲人回避。我在这儿等行了吧？对不起了，何先生，久等了。黄队长，我现在能进去了吧？等等。乔先生可以走了。贤哥，请吧。
么了，大哥？我怎么觉得好像哪儿有点不太对劲呢？还是看着，我上去再看看。本人逼迫签发新港币1亿2千万，这批新港币出手，日本人会宣布港币作废，港币就变成废纸了。黄队长，你怎么又回来了？黄队长，到底在找什么呢？丢什么宝贝了？没什么。小雨，蒋老师，我知道你很伤心。你以前说过，哥哥是你唯一的亲人，他对你是很好很好的。他现在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肯定特别特别难。就算他只做了什么错事，可能也只是为了还能见到你。要是他知道，连你也不要他这个哥哥，那他哪还有希望？
其实很想他，是吗？我知道我应该恨他，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我会忍不住想他，忍不住担心他。我也总是想爸爸，想妈妈。乔老师，要是你想哥哥的话，那就只管想，没有人会怪你。小玉，我真的很想他。你真的很想我哥哥。小玉，你看，这是我哥，跟我在轮船上游玩的时候，那时候还系着一个小小的蝴蝶结。你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是我们吗？你确定，这就是B线港币的钞号？我已经核对过，这段时间大量出现的港币新钞钞号，印制时间在1937年以后的，全都出现在乔仁宇提供的这批钞号区间内。根据面额和钞号区段，我核算了一下总金额，与1亿2千万的数字完全对得上。太好了，有了这些具体的钞号，我们就可以公布整个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社会拒绝承认和使用这批钞票。哎呀，乔仁宇啊，这是为了整个的中国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还误认为人家是汉奸，不行，我现在就找他道歉去。梁老，我也想过去找殷婉，告诉他真相。我甚至已经到了他的宿舍外，但我还是放弃了。为什么？这批钞号一旦被公布，日本人第一时间就会知道是乔仁宇泄露的。对，一旦钞号公布，日本人一定会疯狂地报复乔仁宇。乔先生把钞号公布出来的时候，早已经心知肚明，这是他用生命传递出来的至关重要的情报。但殷婉和乔先生兄妹情深，如果让他知道了，就相当于在他的面前宣布了他哥哥的死刑。这对他来说，比一时的误会还要残酷多少倍。但为了大局，我们只能选择暂时隐瞒，不能浪费了乔先生用生命换来的情报。至于殷婉那边，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会亲自跟他解释的。将来有一天，我想他一定也能够理解，对吧？金融交易所内外还有所有不法营业机构，统统给我定死。如有异动，立即报告。是。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说完3件事，剩下的就干今天了。2块6，抛单30万。2块5毛8，抛单35万。2块5毛6，抛单50万。2块5毛3，抛单30万。好，
继续抛。对。跌了，跌了，又跌了！完了，快点，赶紧抛啊！崩盘了，崩盘了，崩盘了！总经理，果然如你所料，各华商银号开市就大量抛出，吓得不少散户开始跟风了。卫星先生，这样下去很快会跌破2块4，和我们之前计算的一样，可以按计划出手了。既然乔总会计师帮我们分析出了他们的计划，又何必着急动手？先看他们怎么演。2块4毛5，证金还没动静。各家继续，再抛5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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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先生，华商回购的目标价格估计已经到了，再不出手可就来不及了。是啊，也该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通知交易员抛出100万。抛出？没错，抛出。证金刚刚出手。抛了多少？抛，不是该买吗？怎么会抛？到底多少？抛了100万，现在的价格是2块3毛6。压他一头，再抛15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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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块2毛8。通知按单，开始动手。港币买进50万，港币买进80万。要港币买进80万。4大华商银号明面上还在跑，但按照报告，各柜台都有人在暗中低价扫货，大都是华商派的暗桩。不光我们和散户的炮弹，华商抛的货也大都被他们重新吃回去了。狐狸尾巴藏不住了，乔先生，你预计的没错，那帮华商确实是在左手倒右手，玩欲擒故纵、先去后取这一招数。刘明，赶快通知交易员，有多少炮弹全数买进，把价格先推上2块7，不给华资银号任何吃回去的机会。嗨。价格一定会松啊！2块7毛2，买单50万。2块7毛2，买单50万。行不行啊？行，身上说。我看能不能出手。快买进了，一会儿还要升啊！2块7毛5。太好了，伟星这老狐狸总算上当了。阿贤，要不让安丹也去抢货，逼他们往上推。不，通知各交易员加大抛单。 4大华商银号都加大了抛单，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吃进400万了。总经理，还要死守2块7吗？乔先生以为呢？既然他们有4500万的货，只要维持住底仓，哪有不拼一把的道理？说得好，刘木，放开吃有多少吃多少，把价格一口气推上3块，直接给我推到3块啊！ 今天收市前，他们要凑齐6000多万，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敢抛多少。我们静观其变。3块05买单50万，3块1买单80万，3块2买单100万，买100万，3块2毛4。阿贤，你怎么知道我们越抛，尾行就会越往上推？只要我们和大西洋共同维持在4000万以上的底仓，多出来的部分，我们抛得越狠，尾行越会认为。 我们是在欲擒故纵，为了避免涨跌反复引起散户恐慌，他一定会选择一步推到位。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4大华商银号进退两难的戏码了。除了让交易员和暗桩愁眉苦脸之外，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总经理，半个多小时了，华商的明暗人手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继续抛。他们的底仓维持不住了，如果买的话，价格又已经被我们推高。买也买不起，除了干瞪眼，还能干什么？距离中午休市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整个上午，郑金只消耗了不到1/3的护盘资金，就已经把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卫星先生，这一仗您打得漂亮。哪里？乔先生才是高手，跟我旗鼓相当，英雄相惜。3块2港币抛单500万，港币抛单500万，有没有人接啊？有没有人接？500万，500万港币抛单有没有人接？500万新炮弹。不可能！是真的，总经理，我们挂的所有买单已经被一扫而空，现在还有300万抛单没人接，怎么办？立刻查清楚，到底谁在跑！你说什么？大西洋银行？能确定吗？是真的，不仅如此，刚刚大西洋又抛出了300万，现在价格已经跌到3块1了。大西洋銀行だとさらに300万の売り注文出した。ソケレ、売り注文がポーダー好きで研究で買い注文を追加しても無駄です。価格はすでに3件まで落下しております。さらに注文を追加しますか？いや、全ての注文を停止しろ。800万，这怎么可能？昨晚不是说好了一切听你指挥，你没有发话，我们大西洋怎么会擅自行动？你问我，我问谁啊？我现在只需要大西洋银行立即停止抛售，撤回卖单。我现在马上去问清楚。Antes de fechar o mercado, os bancos venderam 8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Sim ou não? 尾形さん、なぜ相場が急に変わったんですか？一体何が？邱先生，你不是说华商会联合大西洋银行筹走货款吗？为什么大西洋会突然大举抛售？这个嘛，大西洋银行突然抛售，很可能是为了打低价格，方便华商接下来低位扫货。不可能！我们算得清清楚楚，华商的资金早已耗尽，根本就所剩无几，全靠先卖出套现，才有现金低位买进。而整个上午4大华商银行全部加起来，一共才卖出了不到1000万，套现的资金也都用来买进了。他们又哪来的资金吃下大西洋的巨额抛售？我们不能绝对保证我们自己的计算就是正确的，万一我们计算错误了呢？万一华商那边临时筹措到了巨额的资金呢？这都有可能。这些数据是我们2个分头算的，对吗？难道我们2个都算得那么离谱吗？华商如果借到了巨额资金，还用得着跟我们拼这1上午的时间吗？所以你预计华商先期后取的整个战略都建立在能借到大西洋的1500万的基础上。现在大西洋自行抛出，说明根本就没有这个华商。华商难道单靠自己的3000万底上就能空手翻成6000多万吗？尾形さん、大西洋銀行の売却が証明しています。それはウイフォンの財務担当者が死ぬ前に香港ドルの真相を暴露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とすれば、カショウもローダーリーも香港ドルを信じるはずがありません。あのゴム取引は彼らが仕組んだ罠です。そしてチャオレンユは彼らと共謀し意図的にあなたを騙したんです。Os comerciantes chineses estão na linha de frente.
E a nossa única obrigação é esperar conforme acordado, até que eles obtenham sucesso, para que também possamos sair ilesos. Não seria o melhor cenário? Por que sabotá-los no momento crucial? Se eles falharem, o que os bancos podem ganhar com isso? Como o plano elaborado pelo comerciante chinês era muito arriscado, apostando muito com pouco. Qualquer pequeno erro poderia levar à perda total. E o banco sofreria prejuízos e seria levado à falência junto com elas. A única saída é vender as nossas posições enquanto ainda tem valor. Se agirmos rápido, o prejuízo máximo será de 2 a 3 milhões. Pelo menos o banco sobreviverá. Mas ao lançarmos essas ordens de venda, o esquema será desmantelado e o banco chinês será esmagado pelo Banco Yokohama até o último centavo. Estamos a sacrificar os chineses como carne para canhão. Assim, desse jeito. Lamentamos, Rodrigo. É a única forma segura de salvar o banco. Também é uma decisão do Conselho. Quando assinamos o acordo junto com os comerciantes chineses ontem, já tinham decidido fazer isso, não foi? Caro Rodrigo, o silêncio foi para a proteção do banco. Você é diretor executivo e esta decisão também protege os seus interesses.贤哥，罗德里怎么说？他说，抛售是大西洋银行董事局做的决定，他一票无法改变。下午开盘之后，大西洋银行会立即清空他们剩余所有的港币。哎呀，这下完了，这怎么办呢？这下完了。柯医生，卫星先生，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如果罗伯特真的泄露了港币的秘密，那最先抛售的应该是华商，而不会是大西洋银行。这倒也是。至于大西洋银行为什么会突然抛售，我想应该是对手面对败局，不得不兵行险招，把水搅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扰乱正经的军心。那现在的情况看来，效果不错啊，你动摇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就是想骗我，骗我放弃护盘，然后跟他们一起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把港币打低更好的办法吗？岡田さん、惑わされてはいけません。今天下午你已经买进了近千万港币，再做下去只会断送掉前期的所有成果。你必须挺进护盘，能抛多少是多少。卫星先生，我虽然相信。 坚持护盘，对手一定会输。但是泽大佐的建议更为稳妥。商场也是战场，哪有常胜将军？偶尔输一次，不会影响民金融奇才的地位。岡田さん，泽大佐，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才是。下午开始后，我会继续观察，除非大西洋银行停止抛售。 华商也转为大量买进，到那个时候，我才会继续护盘。我知道大家现在压力都很大，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间撤退也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局继续做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大，让日本人相信。 之前大西洋银行的抛售只是华埠两方联手打压港币的非常手段，可要把这个局做下去，就必须要实现2个条件：一是要让大西洋银行一直停止进一步的抛售；二就是要筹备到一笔资金，以继续维持我们暗买的假象。可这2条，我们现在根本做不到。我倒是有个解决这2个问题的思路。柯医生，你有什么办法？首先是资金。 万奇，我问你，在整个澳门，既有这份侠肝义胆，手里又存有大量现金的，只有哪一家？您是说大豪帮？大豪帮做的是偏门，手里攥着真金白银，又不便存银号，但也只有他们能随时拿出大量现金。但这一战毕竟风险极大，能不能劝动黄三爷赌上家底帮你们，就看你的了。
接不接得到，我不敢保证。总之，我一定会尽全力。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灯，照着孤舟你心中的那些人。我会望烟尘弥漫的那一座城，也许能依然听闻风起潮生。你是远方未熄灭的梦，是心中未尽的回声，是此刻穿越人间后夙愿的相逢。你是岁月未忘记的人，是眼中未冷却的永恒，是我会以余生去追寻的路程。你留下黎明前的那一扇门，像这洪流前行中的那些人。我走在万家灯火的那一座城，也许能悄然留存